想要几度就几度，不用烤箱，不用灶，将所有的成分混合在一起，几乎是等同于真空情况的一个袋子。可以哇，上锅煮了，煮它24个小时。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低温慢煮器？呵护食物，摧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吃东西，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去买一买在11月份不得不吃的食材。Let's go。这个吗？你接着走，哎呦，就一格了。那就这样。心满意足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好西瓜，有菠萝，咦，不能遮住我的脸。这样，炸遮住了，懒到要别人给他切好。这个长的围成一个圈儿，感觉很像鱿鱼。这样说挺像马桶圈。6块钱一只鸡，special 哇，太便宜。拿了吗？哪种呢 ？raspberry 好吃的哈，可以了。买完菜了，我们找到了鸡。现在来做鸡，不是普通的鸡，是火鸡。有吃过火鸡的人就知道，有一个困扰是什么呢？腿只有2个，鸡腿啊鲜嫩多汁，但是鸡胸特别的柴。吃到了好吃的腿，可能就吃不到好吃的胸。我们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快点拿出来我们看。哇，一个棒，一个大棒，棒，那不就好棒棒？那它怎么个棒法呢？其实它就是一个电热棒。哦，热得快。你那说太土了，它法语名字叫 sous vide。sous vide， 哦，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低温慢煮器。中文听不懂，一说法文全都反应过来了。对，先扣扣题吧，我们怎么用法国人的东西做我们这个火鸡？这2个东西放在低温慢煮的环境下煮它24个小时。所以说看着是一只完整的鸡，但其实呢，这个鸡身上有2种肉。你的腿和你的酥胸相比，那肯定是你的酥胸比较嫩嘛。今天要把它们放在不同的温度下去处理，就是今天咱们这个低温慢煮器的神奇所在。是的，想要几度就几度，不用烤箱，不用灶。是的，你只需要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大锅。对，我这么有劲儿，我还就是带喘，因为里面装满了水，不用在灶上加热，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棒棒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来操作一下吧。是的，终于可以操作了，就把鸡肉放进这个袋子里面。我们现在用的是 Ziploc， 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，只要是食品级的就都 OK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往里放料，准备了就是3种香草，是鼠尾草，长得就非常像老鼠的尾巴，放到肉的中间包起来，这样它的味道就能够散发得很均匀。然后呢，再加一点这个 thyme， 其实念起来就是时间一样。接下来就是这个 rosemary， 又是再见我们的迷迭香哈。对，不敢多放，味道特别的重。好，然后要放一点大蒜哈，给大家都知道做饭不知道放什么的时候就放大蒜，放一些油，如果有这个肥油的话更好。盐，放一点胡椒，真的好像做了手工啊。对，将所有的成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把它按摩的挺好的了啊！一定要把这个整个袋子弄到真空的情况下去。我们今天的评价替代的方法，首先封到大概剩下1个小口就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它放进这个水里面了。水的压力它会把里面空气挤出来，开口这个地方不能进水，然后你这样慢慢的放进去，一直挤，然后在这个地方你把它口封上，几乎是等同于真空情况的一个袋子。可以哇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热水棒放进去，开机
调控好我们要的温度。上锅煮了。低温慢煮的低温是要用什么温度呢？要用2种不同的温度。嫩嫩的鸡胸我们是要用55摄氏度，华氏度是130度。然后呢，这个鸡腿我们是要用66摄氏度。给大家一个参照，平时炒菜那个油温，如果油开始冒烟了，那就是150摄氏度到180摄氏度的样子了。高的温度呢，它虽然能够把外面弄熟，但是里面却还是生的。对，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低温慢煮器，让它从里到外保证一样的熟度，一样的鲜嫩。慢煮呢又有多慢呢？我们打算煮个1天1夜啊，对，就陪着它一起变老，不能变老，一起变成小鲜肉。好，对。等这么久也挺烦的哈，就万一我现在饿了怎么办呢？嗨，低温慢煮器就是需要用时间去漫长的仪式哈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呵护的一个过程。对，呵护食物，摧残自己。这个漫长的等待，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低温慢煮器它悠久的历史。也没有那么悠久了。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，Sweet 之父把它们发明了出来。Bruno Gussaud 他是算是食品科学家，对于这个食品的烹饪原理非常的有研究。他就发觉你水浴的时候，这个鹅肝会缩请见我们上一集的链接。如何不缩？你就要把它放到这个袋子里，就能够保持这个鹅肝的饱满。于是他就发明出了这么一种东西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。他呢是想把这个牛排做得非常的鲜嫩，2个人殊途同归，2个爸爸，然后这个2个爸爸强联手，就开学校、开研究所，去一块去研究改进这个技术。2位爸爸们之前，还有一位爷爷。爷爷干嘛了呀？对，他是这个苏维之祖，他老祖，他不是个法国人了，他终于不是一个法国人，他是个美国人。然后这个人叫做 Benjamin Thompson， 也是个科学家，他是个热动力学家。他写了一篇很有趣的论文，叫做 On the Construction of Kitchen， 就是论厨房的建构。他先是做了一个土豆，用低温去烤这个土豆，觉得哇，这土豆烤得太好吃了，所以他尝试做了一块羊肩肉，用100度烤了3个小时，然后他就拿出来了，打开一看，发现好像还红红的，并没有熟，他就丢给他的厨房女仆。哎呀，对，我知道咱们那个这样。对呀，人家孔夫子说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没错没错。女仆们就说：“嗨，你不吃别扔啊！”他们又把它放回了这个烤箱，煮了1个晚上，第2天就分着吃了，结果非常非常好吃。就又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哈。是，你说它这历史这么悠久，它安全吗？大家大可放心。细菌是130度，华氏130度以上它就不能存活了，这是它的一个线，你不能低过，因为130度以下你就等于给这个细菌呀搭建了一个温床。你说你这是做鸡呢，还是养细菌呢？就是难说。对，另外对于塑料也不用太担心。你就想想你夏天那个放了瓶水在车里，然后车晒得特别热，水和塑料的关系就是鸡和这个袋子的关系。对，我们的塑料袋一定是食品级的，别买完菜，然后把那个装西葫芦的，然后就直接塞一鸡进去煮了，那不行。这个不光是西方有历史，其实在中国我们有一本古书。就随缘食单了。白片肉就是这个白片肉需自养之猪，这个比较难以达到哈，你还自己养个猪。然后这个宰后入锅，煮到8分熟，泡在汤中1个时辰，取起，将猪身上行动之处，那就是腿吧，对，没有动的地方，薄片上桌，把它给削了，不冷不热，以温为度。这就是我们北方人最擅长的菜肴了。但我们南方人其实也有海南鸡饭，虽然叫海南鸡饭，但好像应该是新加坡国菜吧，是用海南的文昌鸡做的，概念和苏菲一模一样。煮到水再撕开，关火就放1个小时，然后把这个肉浸熟。那个煮一锅热水，然后加一点盐，我们把鸡放进去了，然后咱们泡澡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放进去，然后泡完之后人就变嫩了嘛，然后咱们这个鸡就也很嫩。24 hours later.那就先这样吧，拜拜。拜拜。 See you next time.